Hello， 我是魏冠南，欢迎收看 Nice Core Plus。你家里有任何的电子键盘吗？那你使用它的方法是不是就是随便选某一个音色，然后就开始弹嘞？一次只弹一个音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不过其实大部分的电子键盘、数位钢琴或是编曲软体都可以让你一个人用一台键盘就即时同时演奏很多个音色，产生一个非常丰富的声响。那我接下来就要跟你分享一些你可能没有尝试过的音色调配法哦。这个影片是由好和弦的即兴幼幼班赞助播出。你是那种一旦没有乐谱就什么都弹不出来的人吗？赶快来加入即兴幼幼班吧！更多资讯请见说明栏。我们先来从最简单的技巧开始，那就是重叠。我在这边说的重叠呢，就是把整个钢琴键盘设定成同时演奏两个音色。那键盘手在现场演奏的时候呢，常常都会这样子做哦。例如说，你可以把钢琴跟电钢琴的音色重叠在一起，就会有一个1990年代迪士尼抒情流行歌的感觉。另外一个常见的组合是钢琴加弦乐团，不管是在一般流行歌里面使用，或者是在选举造势晚会要制造悲情的感觉，都很好用。那如果你想要优雅的巴洛克风，你可以试试看大键琴加上一个小编制的弦乐团。那么如果是合唱团加上弦乐团的话呢，就可以制造一个神圣的感觉。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个基本的技巧呢是分割。分割呢就是在说我把整个键盘分成左右两个区块，那左边设定成演奏其中一个音色，右边设定成演奏另外一个音色。那最常见的分割配置呢，就是左手放一个低音乐器，例如说 double bass 拨弦，那右手放一个可以弹和弦的乐器，例如说像是钢琴。听听看这样的效果。那你也可以把左边换成电贝斯，右边换成电钢琴，这样就是一个比较现代一点的组合。不过分割键盘的话呢，真的就是你想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哦。例如说，我可以左手放一个拨弦乐器，然后右边放一个号角，制造一种荒野的感觉。还有一种很有创意的用法呢，是左右两边都放一模一样的乐器。例如说呢，我可以左右都放一模一样的定音鼓。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要快速演奏同一个音，我就可以两手轮流弹。接下来的技巧是力度切换。力度切换呢，就是把键盘设定成不同力度会弹出不同的声音。那我觉得使用这种技巧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 Roland 的音源器里面会有的 Jazz Scat 这个音色。那它里面的人声会因为你按键的力度不同而唱出不同的字。今天的第4个技巧是音程重叠。没有人规定音色重叠的时候一定要弹同一个音嘛？那我也可以重叠同一个音色2次，但是把其中一个的音高呢设定成高5度。例如说，我只要弹哆一个键，它就会同时弹出哆嗦2个音。有很多音色这样子设定效果都很好，很容易就可以弹出很丰富的和弦哦。
那既然我们可以按一个键弹2个音，那就没有理由不能设定成按一个键弹，例如说5个音，对不对？那我接下来把右手钢琴的部分呢，设定成弹一个键就会产生5个音的 So What chord。那再结合前面说的分割技巧，把键盘的左侧设定成 Bass。你看这样超级容易就可以弹出复杂的爵士和弦，好用吧？今天的第5个技巧呢是加入爬音器。爬音器 Arpeggiator 呢是一个电子键盘或是编曲软体里面常见的功能，就是只要按住一个和弦，它就会自动帮你爬音。例如说，我就可以设定把弦乐团重叠上竖琴，然后让竖琴去自动爬音。或者是我可以把钢琴叠上一个会自动爬音的合成器，就可以变成这样子。今天的最后一个技巧呢是加入打击乐器。我也可以设定键盘的某一个区域，让它不管弹什么键都演奏同一个打击乐器。例如说，我可以在刚才的 bass 加钢琴的例子当中呢，同时设定弹 bass 这个区域也会打一下调把，那听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再来一个例子哦，首先我先在整个键盘放上5度重叠的合成器，然后在右手区域放上拨弦乐器，那在设定低音区域用力弹的时候呢，会敲大锣。再来最后一个例子就好，我先设定整个键盘呢都有管乐团跟弦乐团，然后设定低音的其中一个8度，如果弹大力的时候会有定音鼓跟拔，就可以变成这样子。以上就是今天的如何一个人用一台键盘就弹出丰富的音色的教学。那学会以上的6个技巧之后呢，剩下的就是靠你的想象力去发掘各种有趣的音色组合了。那如果你发现不错的音色搭配的话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哦。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希望你可以考虑购买即兴幼幼班课程，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和弦，同时也增进一下自己的键盘即兴能力。那你也可以加入好和弦的频道会员，除了每个月都可以参与会员专属的私密直播之外呢，也可以收看过往的所有会员直播的存档。目前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已经有快要20部涵盖各种主题的深入教学咯。那所有相关的连结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那最后谢谢你收看今天的 Nice Scoop Plus， 我是魏宇关大伟，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